最近一直有很多朋友关心咱们家建房的进度哈，今天就给大家更新一下。现在呢，主体砖也基本上已经砌完了，然后最近没有怎么开工，主要是有2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的话是天气太热了，第二个原因是没钱了，资金链断了。没有建房之前，看到网上说20-30万都能够建房，结果自己一建才知道，到处都是钱，真的是每天让人头都快要炸了。现在的话就是整个框架的清水做好了，就差没有粉墙了，然后线槽打好了，窗户装好了，其余的话就不知道要等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做了。这个窗户靠后面的我们全部是做的这种推拉窗，稍微经济实惠一点。然后前面靠大马路那一边，为了考虑就是隔音效果好一点，做的是平开窗。不建房的话，真的不知道柴米油盐的贵哈，光这一个大窗户就是将近8000块钱，你们说心不心痛？不做吗又不好看，做了吗然后哎呀说不出的感觉了心里面。然后这个楼梯是一个3跑楼梯，我们想做那种玻璃扶手嘛，问了一下价格，光扶手的话就是将近500块钱1米。然后这个楼梯的踏步砖或者说是岩板或者说石材的话，一个踏步带安装可能就要200多块钱。哎，以前我认为几十块钱1块就能搞定。然后这一面墙的话，它和挡土墙是直接挨着的，所以导致下雨的时候墙上面会是渗水。因为以前那个引水面没有做防水嘛，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处理，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？我想的办法是，把这一面墙先给它做一个防水，然后再在外面给它砌一个12砖，这样子相当于这面墙。相当于12砖那面墙也是引水面的，不知道可不可行哈？就是这一面墙粉了之后，做一个卷材防水，然后再在这里面再给它砌一个12砖起来，把它挡住。就只有这里这一点墙和刚才那一点墙，因为以前建房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很多的细节，只有当真正发生了之后才知道，这里面的东西真的太多了。我们每天基本上都在不断的思考，不断的考虑哪一个位置留多宽，怎样比较方便，包括真的开关插座放哪一边比较顺手，这些都得去考虑。一个细节没有考虑好，就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。我觉得这里是，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家用石头做的这个挡土墙？这挡土墙真的是非常的牢固，并且呢它还不会渗水哈，我觉得特别的好。之前我们建房的时候哈，这个窗户的尺寸也是没有考虑好，都是按照那个图纸上面做的。导致这个窗户现在只能开1扇，如果开2扇的话就会好看一点，但是开2扇这个太小了，又一点都不协调，所以没办法。当时图纸上面留的是2米宽，然后高度也是2米，我们就按照图纸上面留的。其实这个开间3.6米，我们可以把它留到2.4米的宽，然后高度给它留到2.2米都可以。现在也没办法改了，就这样子，大家觉得好不好看吗？然后这里这一堆乱七八糟的板材、木方还有钢管也没有拉走，全部都堆在这里，简直是过路都不好过了。然后我们做了一个现浇的坡屋顶，是8坡11级的，高度的话，中间这个高度只有2.2米，然后边上的话只有1米，然后第2个高度的话是1.9米，感觉有一点矮。做的时候觉得哎呀不矮，做好之后就感觉有点矮了。今天这个坡屋顶上面在做防水哈，做的是这个丙纶防水。做完防水之后还要打一个3到4公分的保护层，就是把这个防水保护起来，然后再搭木条干挂瓦。挂瓦的话有2种方式挂，一种是直接用砂浆混凝土湿挂，我们这里用干挂的比较多一些。干挂就是那种方的钢条或者是木条挂在那个保护层上，然后再把瓦用螺丝扣在上面就可以。然后我们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也特别的多哈，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刚刚那一面墙的防水，然后还有上面有一个天沟，刚刚忘了给大家拍哈，天沟的外挡水比较低，我们要做一个不锈钢的水槽，把它抬高一点，不然水的话会冲到其他地方去。其实问题是很多，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资金的问题。有了钱的话，这些问题其实都很好解决，我们就是想怎样节约一点的办法下能够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。因为那个墙我也找过专业的帮我们弄嘛，他说就是做负压防水，很简单，轻轻松松就能给你解决。但是那个票子的话，
就会比较多一点。啊，就没想到，完全往这边，往两边，往我那边